前不久呢，苹果发布了2022版 M2 芯片的 MacBook Air， 而且现在全网真的是在铺天盖地的宣传当中。我现在一打开微博或者是 B 站，都能看到它的页面展示广告。那在这样的一个热度之下，我却选择了一款去年发布的14寸的 MacBook Pro， 而且它已经到货啦。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边来开箱，一边来跟大家聊一聊，我作为一个传媒行业的工作党和自媒体博主，为什么会舍弃掉最新款 M2 芯片的 MacBook Air， 而选择了 M1 Pro 芯片的 MacBook Pro， 以及我的选购思路是什么，和最后会给大家一些选购的建议。好的，那话不多说，我们马上就开始开箱吧。我这次呢选的还是我非常喜欢的银色，配置呢是 M1 Pro 芯片10+16核，然后内存是16GB， 存储容量我升级到了1TB， 充电线感觉还是非常的好，而且它是回归了原来的这个磁吸的充电口。之前老觉得就是磁不磁吸的无所谓，有没有也无所谓，但直到我前段时间发生了一点小事故，我之前的本子的充电线已经变成了这样，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见。它的头已经弯掉了，是因为当时我正在给我的本子充电，然后我起身想去喝个水，但是不小心踩到那根线，但这根线呢就死死的连着我的笔记本，导致我的笔记本就跟着这根线，然后顺着这个力就垂直的掉在了地上，所以我的这个充电线呢就变成了这样，已经变弯了，而且我的本子也多了一点被划伤的痕迹，所以现在我就觉得有磁吸接口真的是 YYDS。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充电器。我这一款呢是96瓦，那么它是支持快速充电的，30分钟内充电呢可以让你的电量从0%变到50%。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机身，天哪，哇，给大家可以看一下，好好看哦！而且它背面呢还有这个 MacBook Pro 亚纹的一个设计，也很好看。它这几个垫子也比我之前的那个垫子要更大一点。那很多网友来说，它这个设计其实是一个返祖设计哈，但由于我本人是没有买过2012年之前的 MacBook Pro 的，而且我也没有见过，所以我对它这一款的外观设计还挺感兴趣的。因为我这几年我见到的，包括我自己用了5年的 MacBook Pro， 都是那种又轻又薄又精致的那种设计。那我今天见了它的第一印象啊，我觉得它方方正正还有点萌。如果说把我上一代的本子比作是都市精致男的话，那这一代的 Pro 呢，我觉得它是充满内涵的肌肉男的一个形象。因为它外表比较 old school， 但是它内里呢性能爆表，能给你带来满满的安全感，而且还能不断的给你创造惊喜的这样一种感觉。其实呢，这是我时隔5年之后买过的第2款 MacBook Pro 了。上一款呢就是这个，它是17年13英寸带 Touch Bar 的 MacBook Pro。算下来的话，我已经用了有5年的时间了。它见证了我从大学生变成了工作党，又经历了创业、去留学，现在呢又回到中国工作这样一系列的转变。所以它真的是很好的匹配了我这些年里面不同身份下所产生的工作和学习的需求，也大大提升了我的工作和学习的效率。但由于我今年工作内容的转变，那不管是我传媒行业的本职工作，还是我自媒体博主这样的身份，都对剪辑视频和做图有非常大的需求。但是今年苹果又杀出了一款 M2 芯片的 MacBook Air， 真的是让我在这2款当中纠结、踌躇、徘徊、反复横跳。那么我觉得 M1 Pro 的性能是真的非常的棒，这个不用多说。但是 M2 的 Air 呢，有我非常看重的便携性，它外观也非常的漂亮，况且今年的配色有一个星光色，真的美到爆炸。所以呢，我就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选。我自己呢是列了一个表格，就分析清楚了我在工作和学习状态下对于笔电的使用需求。那我剪辑呢一般就用 Final Cut Pro， 那做图呢就用 PS Photoshop。所以我的需求说完了之后呢，我说一下我对新笔电的要求是什么。第一点就是我需要它的渲染导出视频要更快一点，现在时间真的非常的宝贵，就是能省出一点点时间对我来说都是金钱。那我这台本子渲染一个10分钟的片子呢，大概需要20分钟到30分钟的样子。我真的是受够了这个渲染导出的速度，而且弄得我整个人非常的焦虑，工作效率也非常的低下。第二个要求呢，就是我需要这个新笔电的内存和存储容量要更大一点。我上一款的这个本子呢，它的内
存加存储容量的18加256GB。就我一打开剪辑视频，它就提示我存储空间已满，那我就得去删东西，但是我真的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删了。结合我自己的使用需求来看呢，我觉得我新笔电的要求是内存最低是16GB，然后存储容量的话最低是1TB 打底。第3点要求就是希望它的电池续航时间能够更长一点，电量也能够更耐用一点。4点要求就是要有风扇，因为我现在就是用我的老板去渲染一个视频的时候，它的风扇真的是狂在那里转，而且冬天的时候真的可以把它当做一个暖手宝来使用，就烫到那种境地。所以我觉得新笔电一定要有风扇，我害怕我就是渲染导出视频的时候没有风扇，导致这个机子过烫而损坏这款笔电。第5点呢，就是我希望它比较轻便，它比较好携带一点。以上呢就是我个人对笔电比较看重的一个使用需求，接下来就根据我的需求来分别匹配一下 Air 和 Pro 的配置。如果说想要渲染导出视频更快一点的话，其实它看的就是这个 CPU 和 GPU， 所以在这里呢，我不会吝啬 CPU 和 GPU 的一个选择。那 M2 的它有8+8核和8+10核，那我就一定会选8+10核。M1 Pro 芯片呢，它有8+14核、10+14核、10+16核，为了这个使用性能和感受更好，我也会选择10+16核。第2点呢，就是内存和存储容量。刚才呢，我也有要求，就是16GB 加1TB。Air 的内存有8GB、16GB、24GB， 那 Pro 呢，它有16GB 和32GB。那内存呢，我们就为了统一都选16GB。存储容量的话 ，Air 有256GB、512GB 和1TB以及2TB。那 Pro 呢有512GB、1TB、2TB、4TB 和8TB。那为了统一，我们存储容量都选1TB。那接下来呢，我第4个要求呢，就是它的电池续航的能力要更长一点。Air 的电池续航呢是18个小时 ，Pro 呢是17个小时。其实它们俩的差别不是很大。Air 它说最长是支持15个小时无线上网 ，Pro 呢只支持11个小时无线上网。那对比下来看的话，可能 Air 的这个电池性能还有使用情况会更加好一点。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来看风扇情况。那 Air 呢是没有风扇的，因为它的外观设计非常的轻薄。那为了轻薄呢，它就一定会舍弃掉这个风扇的空间。那 Pro 呢就没有这个担忧，所以在这一点的对比上来看呢， M1 Pro 呢是要稍稍强那么一点的。那再看重量和便携性吧。那 Air 呢，它的重量是1.24公斤，那我自己的老款的这个 Pro 呢是1.35公斤，我自己用了5年了，我对这个重量我还是很满意的。那这款新款的 Pro 呢，说是有1.6公斤，但我掂了一下，感觉还好，有那么一点重，但是我还是能接受的，因为个儿比较高，经常又健身，咱有力气。以上呢就是我个人比较在乎的使用需求，来对应2款笔电的一个配置选择。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其他配置方面的对比。那屏幕尺寸的话呢 ，Air 的尺寸是13.6英寸 ，Pro 呢是14.2英寸。那当然是屏幕越大看着越爽，对不对？而且它显示的篇幅也会更大一点，所以在屏幕尺寸对比上来说呢 ，Air 呢是稍逊一筹。那显示屏上面来看 ，Air 的显示屏呢是 Liquid 视网膜显示屏，那 Pro 在这个基础之上呢，还增加了 Mini LED 的背光显示屏，而且它的亮度最高可以支持到1000尼特 ，Air 呢只有500尼特。那另外呢 ，Pro 呢还支持自适应高刷。那高刷呢，就是你在浏览网页或者是玩一些游戏的时候呢，感受是非常明显的。那在显示屏的对比上来看呢 ，Air 也是要稍稍要弱一点。那我们再来看颜色对比，今年 Air 呢是出了4款颜色，那除了它经典的银色和灰色之外呢，还加了一个午夜黑和星光色。Pro 呢就是还是经典的深灰和银色。那从颜色的对比来看呢 ，Air 呢是更具人性化，也是更具个性化的一点的。再来看看音响哈 ，Air 呢是支持4扬声器系统 ，Pro 呢是支持高保真6扬声器。那其实我对音响的需求没有那么大，因为如果我经常剪片子的话，我都戴耳机，怕吵到周围的人。所以内置音响的对比的话呢，那一看也确实是M1 Pro 做的要更加好。
那接口方面，我们可以看到 Air 呢是有 MagSafe 的磁吸充电口，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只有2个雷劈的 USB-C 接口。那 Pro 呢是有 MagSafe 的充电口之外呢，还有3个 USB-C 的一个接口，另外呢还有一个 HDMI 的一个接口，这样大家如果是想连外接显示屏的话就比较方便了。最后呢还有一个 SD 卡槽的一个接口，这是回归了它最初一代的一个设计。那其实对我来说也没有多大必要，因为拓展坞每一个剪视频的人都会有的呀。其实多加了这些端口、这些接口，就是让你省去了一个买拓展坞的一个钱啊。我觉得这个意义也不是很大哈，有当然是最好的，但是没有也无所谓啊，就买一个外接拓展坞呗，对不对？最后呢，我们来看价格。那根据我刚才的一个配置的选择，我们 Air 的配置呢是8+10和16G 的内存，是1TB 的存储容量。那 Pro 的选择呢是10+16核，然后内存呢是16G，然后同样也是1TB 的存储容量。那 Air 的官网价格呢是14899元，现在呢正好恰逢苹果的返校优惠和教育优惠活动，教育优惠价格下来是13849元，而且还送一个耳机，这个耳机市场折合下来应该是700块钱人民币左右，所以我们最终算下来的价格呢就是13149元。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Pro 的价格 ，Pro 的官网价格呢是18999元，那教育优惠的价格呢是17499元，同样也算耳机。那么把耳机的这个700元减去了之后呢，它的价格是16799元。但是由于 Pro 呢，它是去年的一款机型，现在在第三方的渠道购买呢，价格非常有优势。那我买的呢也是从第三方的渠道购买的，那它的价格呢是15719元。所以 Air 和 Pro 它的差价只有2500元。那么我们就仔细分析一下 M1 Pro 它贵的2500元到底贵在了哪里？首先就是 M1 Pro 芯片的性能一定就是比 M2 要好很多，它剪辑视频可以给你带来比 Air 更流畅、更快的一个体验。而且同时呢，它可以给你带来更加细腻的一个显示，稍微大一点点屏幕的一个体验。Pro 还有风扇可以给本子来进行一个更好的散热。另外就是它的内置音响也比较的不错，可以给你带来比较好的一个视听体验。最后呢，就是它的侧面有比 Air 更多的一个接口，也省去你买拓展坞的一个钱。所以为了我以上说到这些，牺牲一下我所期待的便捷性、重量，以及我今年最爱的星光色的一个配色，多加2500元升级到 Pro， 我觉得是值得的。所以有跟我同样工作属性、使用需求，也正在这2款当中犹豫的朋友们，也可以参考一下我的选购思路，是否有必要为了我以上提及的这些去多花2500块钱升级到 Pro。如果你觉得有必要，而且觉得花2500块钱升级一下也非常的划算，那就直接冲 M1 Pro 芯片的 MacBook Pro。如果你觉得以上我说到那些都没有必要，你也没有那么多视频需要剪，你的本子的使用需求就是办公、营娱乐，你图的就是一个方便携带、外观好看，那就闭眼冲 M2 芯片的 Air 绝对没有错。所以我最后的建议呢，也是总的来说还是要根据大家的日常使用需求、你的使用场景，以及你未来几年有没有对你的本子有新的使用需求的一个期待。说不定未来你就是想去搞一搞视频啊，学学 PS 啊，或者学学编程啊，等等等等。当然也许我说的并不完全适用于你对于自己笔电的一个使用需求情况，大家完全可以在我分享的基础上来适当的增加或者减低配置，来去匹配你自己笔电的一个使用需求。当然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面留下你的职业、你本子的用途、你的需求，以及你已经选择的笔记本的型号，这样呢就可以给正在犹豫的朋友们一些更多的参考。好的，那以上呢就是这一期我关于苹果笔电的一个选购思路，也希望我的选购思路呢可以帮助到正在犹豫的朋友们。那作为一个学习区的 UP 主呢，我未来也会给大家分享更多关于学习干货啊、生产力提升啊、效率提升啊等等相关的内容，也希望朋友们可以一键3连，多多支持我，多多关注，谢谢大家，我是乔西，我们下期再见。